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大家好，这里是诗墨成歌，我是沙爷。上一集谈李清照的声声慢，我们走进靖康之变以后的第3次衣冠南渡。这一次，我们把时间往前推300多年，回到安史之乱。若才广义的历史分法，这是第2次的衣冠南渡。这个说法不是后人凭空发明的，在安史之乱中，同样身处乱世的李白就曾经上表写道：“天下衣冠世数，必地东吴，永嘉南迁，未甚于此。”他把眼前的北人南奔直接拿来和西晋永嘉南渡相比，只是这一次唐朝没有在江南另建一个新的朝廷，逃难的人也不只是往东吴走，有人渡江，有人入蜀，走的路不同，但身后都是回不去的中原。李清照的南渡是从北宋走向南宋，杜甫走进成都时，大唐还没有灭亡，但盛唐却已经回不来了。王朝还在，天下先散，京城收复，秩序未归。皇帝仍坐在那里，可原来那个大唐早已千疮百孔。唐肃宗乾元2年，也就是西元759年的冬天，杜甫带着家人走进成都。第2年春天，他来到武侯祠，写下了《蜀相》。如果这首诗只是在歌颂诸葛亮，那么真正值得问的不是诸葛亮有多伟大，而是杜甫为什么偏偏在这个时候走进这座祠堂。一个王朝刚刚被战火撕开，一位诗人也恰恰从流亡中停下脚步。他来找的可能不只是一位古代名臣，更有可能是要找一个答案。国家走到这一步，究竟需要怎样的人？而这样的人又要遇见怎样的君主？杜甫不是出身寒门，《旧唐书·杜甫传》把他的家世写得非常清楚。曾祖伊益，魏中拱令，祖沈言，魏中散步员外郎，父贤，中奉天令。曾祖祖父父亲都当过官，祖父杜审言又是初唐的知名诗人。这个家庭给了杜甫文章经史和仕宦传统，却没有给他一条可以直接走进朝堂和亲的路。《新唐书·杜甫传》保存了杜甫向皇帝自述家世的一段话：先臣数狱以来，臣如守官11事。他说杜家11代承继儒学，出仕为官。接着话锋一转，臣赖续业至7岁属辞，且40年，然衣不盖题，常记史于人。祖先11代读书做官，而杜甫到了40岁，仍然衣不盖题，记史于人。他最后甚至直接问皇帝：“有臣如此，陛下岂忍弃之？”用这句话来和蜀相相比，就格外刺耳。诸葛亮在草庐里，君王3次亲自来询，杜甫已经把文章送进宫门，还要反过来问皇帝。朝廷已经有这样的一个臣子，难道忍心不用吗？杜甫不是没有让唐玄宗看见他的文章。天宝年间，他献上3大礼赋，《新唐书》记载：帝奇之，此代至极贤愿，命宰相试文章。其中朝献太清公赋有几句是这样写的：风伯弗道，雷公峡州，尧不顺驱，羽池汤奏。风神开路，雷公护车，尧舜禹汤仿佛都跟着帝王仪仗一同到来。在这几句话中，神话、理智、历史和声音全都被调动了起来。皇帝看见了他的文章之后，依然没有把天下交给他。等了多年，杜甫得到的却只是低阶官职。后来安史之乱爆发，杜甫先安置妻儿，再想办法前往肃宗行在。《旧唐书》写道：辅至京师，萧顿赴河西，夜肃宗于彭元郡。在《新唐书》里，则多留下一层波折：至福州营府，欲奔行在，为贼所得。至德2年，王走凤阳上夜。2部史书记载的细节不完全相同，却指向同一件事。困在沦陷的长安时，他写下“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也写下“江头宫殿锁千门，细柳新蒲为谁绿”。后来逃出长安，终于见到了肃宗。他用10个字留下自己当时的模样：麻鞋见天子，衣袖入凉州。当时杜甫来朝见天子时，不是衣冠整齐的名士，不是君王轻盈的重臣，而是一个穿着草鞋、破袖入轴，从战乱的地区逃出来的读书人。杜甫后来真的做了时仪，也真的开口进谏，他替房管辩护，触怒肃宗，几乎被治罪。《新唐书》记载了宰相张浩替他说了一句非常重的话：“辅若抵罪，绝言者路。”
如果连杜甫都因禁言获罪，朝廷便等于堵死了说话的路。接下来，我们来看蜀相的开头第一联：丞相池塘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杜甫没有称诸葛亮为武侯，而是称丞相。武侯是爵位，丞相是职责。后世爱讲诸葛亮的奇谋，杜甫先看见了确实治国。《三国志·诸葛亮传》记载他辅佐后主是：政事无巨细，贤决于量。这不是只会在帐中画图的军师，而是一位真正承担国家政务的人。至于池塘外的古柏，杜甫后来在《古柏行》里有提到：君臣以于时际会，树木犹为人爱惜。意思是说，虽然君臣早已离开了那个时代，但是池塘前的树木仍被后人所爱惜。柏树之所以生生，除了因为它高大幽深，还因为一段君臣相遇的记忆，被一代又一代的人留在原地。接着是应接碧草至春色，隔夜黄鹂空好音。这两句值得注意的是，杜甫自己的3场春天。长安沦陷时，他写城春草木深；曲江宫苑荒废时，他问细柳新蒲为谁绿。到了武侯祠，他又看见碧草至春，黄鹂空鸣，同样是春色。第一次召见国破，第二次召见繁华宵尽，第三次召见英雄缺席。春天没有辜负任何人，他照常到来。可正因如此，人间的缺口才更加清楚。再往下则是三顾频繁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三国志写刘备寻访诸葛亮只用8个字：由是先主遂意亮，凡三王乃见。3次登门以后，刘备屏退旁人，开口不是问一场仗要怎么打，而是问：然至犹未矣，君谓计将安出？汉室倾颓，自己屡遭挫败，可自强仍未停止。接下来的天下应该怎么走？这才是天下计。而诸葛亮在《出师表》中回忆这次相遇时说：“三顾臣于草庐之中，知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三顾不是只有礼数，重点是知臣以当世之事。一位君王愿意来问，一位臣子真的能答。君王把问题说出来，臣子就用一声“接下来”。这一句《出师表》，我们先在这里留一盏灯。下一集我们让诸葛亮自己开口，把那场知遇与托付完整说完。两朝开济的重量也不单单只是辅佐刘备与刘禅。《三国志》记载，刘备临终托孤，诸葛亮哭着回答：“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刘备又告诉刘禅：“汝与丞相从事，视之如父。前一朝是三顾，后一朝是托孤。前半生是报答之欲，后半生是守住承诺。”《出师表》里还有一句：“先帝之臣谨慎，故临崩继承以大事也。”君王已经不在了，但付托仍然有条。只要老臣还活着，那件大事就不能当作已经结束。最后2句是：“出师未捷身先驰，长使英雄泪满襟。”《三国志》记载他最后一次北伐，据武功5丈原，与司马宣王对于渭南。诸葛亮过去屡次受困于宇良郡，这一次分兵屯田，准备常驻，而双方相持100余日。其年8月，亮击兵，逐于军，战局尚未分出最后的结果，人的生命就已经先到了尽头。蜀军撤退后，司马懿查看他留下的营垒，说道：“天下奇才也。”连敌人都承认他的才能，所以未捷绝对不是一句成王败寇的评语。他写的是能力已经被证明，但事业仍未完成，不是败给无能，而是败给时间、国力和历史的大势。杜甫死后40多年，其孙杜四业为他迁葬，时山东人李白亦以其文取称，时人称之李杜。杜甫生前不曾进入真正的政治核心，连教校公务员外郎也主要是幕府中的家衔。可是死后，这个官衔成了杜公部级的名字，他也一步一步被后世送到李白的身边。生前等着被朝廷青睐，身后才被天下看见。所以蜀相不是一首简单的忠臣战歌，也不只是杜甫替诸葛亮惋惜，他由三顾谈用人，由托孤写责任，再由未捷召见时事，也从一位得到天下托付的丞相召见一位始终没有得到天下位置的诗人。杜甫站在祠堂阶前，看见的是一段已经完成的治愈，也是一场永远没有完成的北伐。
此外，碧草照常生长，隔叶黄鹂依旧歌唱。那个能收拾山河的人已经不在了，那个想走进山河的人正站在薄影之下。一个得遇而未结，一个有志而未遇，两段人生隔着500多年，在景观城外终于照见彼此。这里是诗墨成歌，接下来让我们先从杜甫的眼睛看见诸葛亮，下一集再让诸葛亮亲自说出那篇穿越千年的《出师表》。现在让我们缓步走进薄影深处，细听杜甫的蜀相。西行万里，投诚督陶，射出城，战未平。万水春晖，人战定京城，风远过南宁。独寻故泊，寻此路，节操无言，鸟自鸣。一柱清香，传播五老成异乡。赵书生。茅庐三顾风知己，破旧孤行野地望。丞相手之犹未解，诗人怀策进午门。丞相祠堂何处寻？尽管城外波森森。迎接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三顾平凡天下脊梁，朝开济老臣心。出师未捷身先死，常是英雄泪满襟。五丈秋风迈壮志，千年薄影复自迎。一人得遇宫南京，一人求遇道难寻。纸上犹存天下计，草堂灯照老臣心。回看阶前春草碧，黄鹂声里。